睡前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读《我与地坛》。在某个深夜，你是否也会反复思考，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此刻正因为生活的某次重击而感到无力，或是在日复一日的平淡中感到迷茫，那么今晚我想请你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史铁生。这个在荒芜老园子里独坐了10几年的年轻人，说不定能帮你解开心里的结。在开始之前，想先跟大家说说史铁生这个人，了解他的经历，才能读懂字里行间那些藏不住的叹息与释然。他生于1951年，年轻时的他是个浑身带着朝气的小伙子，篮球打得尤其好。他自己都说，在体育这件事上他是有些天赋的，曾经也梦想过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可命运总爱开一些残酷的玩笑。1972年他21岁，正是人生最张扬最敢闯的年纪。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双腿永久瘫痪。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晴天霹雳。上一秒还是球场上的追风少年，下一秒却只能被困在轮椅上，连走路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愤怒、不甘、怨恨、绝望，这些情绪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那段日子，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脾气变得格外暴躁，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对生活更是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多次想到死。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命运彻底抛弃了。就在他觉得人生一片灰暗的时候，北京的地坛公园成了他的避难所。地坛不是普通的公园，它是明清2代皇帝祭祀地神的地方，几百年来静静伫立在那里，见过王朝更迭，听过岁月回响。园子里有古老的殿宇，有参天的古树，还有爬满墙根的野草。史铁生的家离地坛很近，摇着轮椅几分钟就能到。从瘫痪后的第2年开始，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地坛，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从清晨的薄雾待到日暮的余晖。这本《我与地坛》就是他坐在地坛的树荫下，看着园子里的一草一木，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慢慢想明白生死，慢慢与自己和解的过程。所以我们读这本书，读的不是一本普通的散文，而是在读一个人如何从绝望的泥沼里一点点爬起来，如何与命运握手言和的生存指南。书里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2个字：和解。与自己的残疾和解，与母亲的离去和解，与命运的无常和解。他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这句话里的宿命，不是说上天故意安排他瘫痪，故意让他遇见地坛，而是地坛的荒芜与生机刚好撞进了他当时的心境里。最初进入地坛，史铁生是去逃难的。他不想见人，不想说话，只想找一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地坛的荒芜正合他意，琉璃剥蚀了，门壁的朱红淡褪了，高墙坍塌，雕栏散落，这像极了他那时的心境，一片废墟。他残缺的生命状态与这座辉煌不再但根基犹存的古园产生了灵魂上的同频共振。这座园子成了他逃避世界的外壳，也成了他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唯一窗口。但很快，他发现这废墟中藏着不可遏制的生机。他说，园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道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
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这一刹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躲在树荫里，和那些不知名的小昆虫为伴。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开始了对生命的第一次思考。当身体被限制在方寸之间，心灵的触角反而伸向了更细微、更广阔的世界。他看着地毯，这座园子明明已经很老了，墙皮剥落，砖瓦蒙尘，可它没有死去。墙根里的野草在拼命地往上长，树林里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叫，那些小昆虫在草叶间爬来爬去。这些微小而倔强的生命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努力活着，他们从不追问为什么活着，他们只是活着本身。这给了他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启示。虽然腿不能动了，但我还有手，还有脑子，还能感受风的温度，听到鸟的鸣叫，为什么不能好好活着？可能有朋友会说，道理我都懂，可真到了自己身上，就是过不去那道坎。是啊，我们都一样，道理听了千千万，可真正能说服自己的，从来都需要时间。史铁生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的，他在园子里待了10几年，每天都在观察，都在思考。他写园子里的人有一对中年夫妇，年复一年在黄昏散步，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一个总是捕鸟的闲人，一个漂亮却智力有缺陷的小女孩。这些人的生活平淡具体，与他无关，却又深深吸引着他。他从这些陌生的生命轨迹里隐约看到了活着的普遍形态，各有各的幸与不幸，各有各的奔头与局限，但都在往前走。地毯教会他的第一课是接纳，接纳自己这具残缺的肉身，如同接纳地毯的断壁残垣。因为真正的生机从不依赖于外表的完整，而源于内在生命力的不屈与萌发。讲到这里，就必须提一提书里另一个最重要的人，史铁生的母亲。如果说地毯是史铁生的精神避难所，那母亲就是他的生命支柱。这一部分是全书最柔软也最催人泪下的篇章。那是年轻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巨大痛苦中，脾气坏极了，他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会把东西摔向墙壁。而他的母亲，一位活得辛苦又伟大的女性，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她知道儿子需要独处，所以她从来不多问，只是每次在他摇着轮椅出门时，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史铁生写道，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时候她在园子里待得太久，母亲就会悄悄走进园子找她。她怕打扰她思考，不敢走得太快，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又怕她出什么意外，脚步里带着急切。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走遍整个园子，步履焦急又茫然。而史铁生呢，他那时倔强又自私，明明看见了母亲，却故意不喊她，任由母亲焦急地寻找。直到母亲猝然离世后，这一切细节才像钝刀一样，一刀一刀割在他的记忆里。他才知道，母亲那时已经疼得整宿睡不着觉，离他确诊肝癌去世不过几个月时间。
他生命最后的煎熬全都用来担忧这个残疾的儿子。他在去世前还拉着亲戚的手说，我那儿子他心里苦啊，你们多帮帮他。史铁生在书里写，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句话像一颗温柔的子弹，击中了无数为人子女的心。我们常常放大自己的痛苦，却对至亲之人正在加倍承受的煎熬浑然不觉。母亲的离世让史铁生真正成熟，他的痛苦不再只关乎自己，更融合了无尽的追悔与思念。他在书里写，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份来不及是人生最普遍的遗憾。地坛教会他的第二课是关于爱与被爱。爱常常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母亲那沉默的目送，那焦灼的寻找，那好好活的朴素期望。母亲的离去让史铁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不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更是为了母亲的期望活着。他开始拿起笔写作，他把自己坐在地毯里的思考，把对母亲的思念都一字一句地写下来。对他来说，写作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荣誉，而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不至于在绝望里沉沦，为了让九泉之下的母亲能少一点牵挂，多一点欣慰。地坛的15年静坐给了他无穷的思考素材，他开始系统地思考命运、苦难、宗教与救赎。他认识到苦难是人生的普遍构成，差别仅在于形式，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落在任何人头上都是绝对的苦难。问题在于撞上了，你怎么办？他的选择是思考并记录，把个人的苦难淬炼成对人类普遍困境的关照。史铁生说，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地坛会经历风雨侵蚀，会慢慢变得斑驳，人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被苦难打垮，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而救赎从来都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坚持，靠自己对生活的那一点点热爱。他在书里写自己写作的经历，刚开始的时候他写得并不顺利，投出去的稿子常常被退回来，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觉得累了，就想放弃了。可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地坛里的那些生命，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然后他就又重新拿起笔，一字一句地写下去。慢慢的，他的文章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也通过写作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既然不幸是必然的，那么如何带着不幸生活，并从中开掘出意义，就成了每个人的功课。他的救赎不是来自神灵的恩赐，而是来自内心的思辨与笔下的创造。地坛就是这场漫长精神跋涉的见证者，他从一个愤怒的想死的青年，最终成长为一位宁静的深邃的哲人。这座园子用他的四季轮转，用他的草木枯荣，用他的博大与沉默，告诉他一个最简单的真理：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活着这个过程本身。史铁生说，死是一件
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有点悲观，可你细细品，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最豁达的生死观。史铁生不是不怕死，他只是想明白了，死是每个人最终的结局，是我们都逃不过的宿命。既然他一定会来，那又何必着急呢？不如好好活在当下，把活着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就像园子里的那些古树，他们经历过风吹雨打，经历过战乱兵荒，见证过朝代的更替，可他们依然在努力地扎根，努力地生长。每年春天都会准时抽出新芽，长出新叶。你看，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长度，而是厚度。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拥有多高的地位，而是你经历了多少，感悟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需要面对的地毯，都有一份需要和解的残缺。我们的生活里或许没有那样沉重的打击，但总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比如工作不顺心，觉得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可，比如和朋友闹了矛盾，心里憋着委屈，不知道跟谁说，比如觉得自己很普通，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对未来一片迷茫。这些小烦恼其实都是我们人生里的小苦难，而面对这些小苦难，我们可以学史铁生，像地毯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管是光鲜的一面还是破败的一面，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像园子里的那些普通人一样，认真过好每一天，哪怕日子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也能品出一点点甜。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和你分享。史铁生在园子里待久了，能准确地记住每一朵花开放的时间，能认出每一棵树发芽的样子。他说，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你看，他不是在感谢自己的瘫痪，而是在感谢命运，让他有机会慢下来，静下心来，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细微之处，去感受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看路边的小草发芽，来不及看天上的云飘成什么形状，来不及尝一口家人做的饭菜里藏着的爱意。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高的职位，却忘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些细碎的温暖的瞬间。史铁生在书里还写过这样一句话，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性命，大可忽略不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宇宙一直在运转，生命一直在延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浩瀚宇宙里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不管你是耀眼的还是暗淡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所以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用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只要你在认真的活着，在努力的热爱生活，你就很珍贵。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史铁生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体验，体验快乐，也体验痛苦，体验得到，也体验失去，体验平凡，也体验精彩。活着就是为了爱，爱自己，爱家人，爱身边的人，爱这个不完美却又很美好的世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今晚讲的内容有点沉重，但我想告诉你，我与地坛不是一本让人难过的书，
它是一本充满力量的书，它赋予我们的是一种向内看的勇气与平静。它不提供廉价的安慰，它只是告诉你生命确有其重量，甚至充满残缺。但你可以选择如何与它共处，并最终在它的限制里活出属于自己的开阔的生命。如果你正感到疲惫、委屈或者迷茫，觉得撑不下去了，不妨在想象中去那座宁静的古园里坐一坐，想想那些嗡嗡飞舞的蜂虫，想想午后安静的阳光，想想有一个叫史铁生的人曾在那里用15年时间把一声痛苦的呐喊酿成了一句充满慈悲的叹息与一首生命的赞歌。他用自己的路标告诉我们，接受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你能改变的，并用智慧和爱去分清这两者。愿你也能找到自己内心的地毯，在那里与真实的自己相遇、对话，并最终握手言和。夜深了，希望今晚的我与地坛能给你带来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力量。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本书再会。